等我一下啊。哎呦，这几天没用这个手机，都有点不习惯。稍等我一下。弯道走到弯了我烦恼，邻居更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回北京了，然后本来想休息给大家直播一下吧，反正我休息也是歇着在那儿躺着。上海半日游也不算上海半日游吧，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上海有半日吗？没有，不止半日。昨天半天，算上今天半天，应该半天加半天算是一天吧。半天加半天是一天。啊，灯牌灭了没有吧？我前两天不是才直播过吗？没有吗？肉眼可见的黑了，没办法，郑州的那个反过劲儿来了。去郑州跟舒宇拍的那个年代戏，反过劲儿来了，就是郑州那太阳太毒了。今天吃啥了？今天我在上海吃了那个蟹黄面，还不错。但因为本来就没有待太长时间，就也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呀，就是吃了个蟹黄面，然后完了就差不多就回北京了。我这个号上回直播是还在大连那会儿是吧？跟炸鱼薯条一起播那会儿是吧？那这两天没播，这两天用那个小牛那账号直播了，因为昨天不是在上海那个就是红果那活动吗？蟹粉包吃了吗？吃了。我现在待播的戏雾色缠绵播完了之后，还有一个跟舒宇，就是我在郑州晒黑的那个戏没播。我这两天有在安排工作了，但是太忙了，我得慢慢看，我看不过来了，说实话。以后擦防晒行不行？我尽量吧，我实在懒得擦，你知道吧？谢谢。我这个什么公屏助手呢？等会儿啊！谢谢小丁号潜艇的这个跑车啊，谢谢你！谢谢合欢不度的为你加冕。美白精华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懂。在外滩喝蜜雪冰城了吗？没喝，但是我回来喝蜜雪冰城。在外滩我不敢喝蜜雪冰城，我看网上那个梗说，在上海喝蜜雪冰城会被开除户籍。我实在因为东方明珠就在我隔壁，我实在怕东方明珠攻击我没敢在上海喝蜜雪冰城，我在上海喝的咖啡。最近我看的那个小 Red 书，他们老在那刷那些梗，说什么在上海喝蜜雪冰城会被东方明珠攻击，太好笑了。谢谢柚子酱的深海明珠，谢谢喇叭爱蹦极的梦幻舞动，谢谢合欢不度的为你加冕。在大连去哪儿玩了？我们这几天前几天去大连，我想想去大连玩了什么？大连我们去了那个，我跟你说，大连如果有去大连玩的朋友啊，一定要避雷2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一个叫俄罗斯风情街，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看看我那个，我忘记那名字了。我看看我那个导航里边应该有记住。我搜吧啊，我看看。那个地方叫啥来着？南山风情街。你如果去大连，一定要避雷2个地方，一个叫南山风情街，一个叫俄罗斯风情街。我的妈呀！我当时也没做啥攻略，我们就去了，想着说寻思找点地方逛一逛吧。去那俄罗斯风情街，那不就是义乌小商品吗？那就是一堆摆摊的，就是也没啥可看的，就可能做了一些人工的景啊，就旁边的房子就没了。然后完事儿了，去了就觉得没劲啊，然后就搜了一个，然后叫什么南山风情街，去了之后更完犊子了。旁边那建筑倒是挺好看的，像那种小洋房似的啊。然后结果那儿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它就跟我家小区楼下似的，它就跟我家楼下那小区那个就是等于那种就是社区的那种就是街道一样。我说这有啥好看的？这为什么会上推荐呢？我的天啊！但是，我说实话，有一个步行的这个区域，我还是觉得还不错的。我们是最后走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叫东安街啊，大连的这个东安街，挺好看的。我感觉就挺适合年轻人，就那个东安街那个等于那种就是类似北京那种798，然后就是类似那种就是等于那种稍微所谓的网红店，也不能算网红店吧，有些什么咖啡啊、小酒馆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年轻化一点的偏创意的店，然后它的一些就是建设啊，就那些置景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那个东安街的那个街东关街还是东安街啊？东关街，记错了，东关街，对，东关街，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挺好看的。刚建成不久是吧？也能看得出来，还挺适合年轻人去的。然后还去了哪儿啊？还去了金石滩，那个海滩，我跟炸鱼薯条在海里扑腾。然后完事儿了，还去了哪儿来着？去了金石滩，然后去了那个什么威尼斯水城。你别说，虽然威尼斯水城吧，它也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像那种商业街。就那种，但是它最起码人家那个置景还挺好看的，那确实是，我觉得起码它就算是步行街，我觉得也还可以，就逛的那个就是，感觉也还行。滨海路没去，我听说滨海路有那个什么大连活爹，就是那个路嘛，我们没去。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金石滩那边了，就懒得去了。喜鼎那个饺子是吧？我们本来想吃的，人太多了，我的妈呀，太多人了。但是那些什么，海肠饺子呀，什么海螺饺子呀，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吃了。我们倒是吃挺多的，我们就在那儿哭吃。我还拜托了我大学我大连的同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连的朋友，让他们推荐，就大连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去尝了一下。反正大连我总体的体验还不错，但我说实话，大连那海滩那金石滩，可能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是旺季吧，就是我感觉卫生情况稍微有点堪忧。我是觉得一般般。那海滩，因为我从小我是广州也不能算海边城市吧，但是离海很近。我从小就老去大海玩。我对于就是这个不是泛指大连的海啊，就是光指金石滩这一个海滨浴场，我的评价是一般般。至少是我去的时候那个卫生情况确实不太行。但是并不妨碍说正黄旗我们去吃了呀，大连的那个正黄旗那个餐厅我们去吃了。我跟炸鱼薯条不会游泳，我跟炸鱼薯条那个就是在海里边，我硬把它薅到海中间去了，薅到那个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浴场，就是那个海边他会拉那个浮标嘛，
就是最多只能游到那儿，我把它硬把它薅过去了。炸鱼薯条快吓死了，我在威胁炸鱼薯条，他租了一个那个泳圈，我威胁他，我说你叫不叫爸爸？你不叫爸爸，我把你气门拔了。炸鱼薯条吓得在那个海中间，吓得在那个海中间，他爸爸爸爸爸爸。因为我会游泳，炸鱼薯条不会。炸鱼薯条抱着那个泳圈在那个海中间，我在他旁边绕着他转圈在那儿游。炸鱼薯条转身那个速度还没我游得快，笑死我了。我跟那个特工似的，你知道吗？我一抓住炸鱼薯条那个泳圈，我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气门拔了？他说你把我气门拔了我就死了。看看你们说什么？中国第一滩是哪儿？不知道，没去过。谢谢 Maple 老师的定制跑车，谢谢我家在岛上的活力举气球，谢谢星云城的夏日度假。也不算我是海里人，因为炸鱼薯条是天津人，天津那边不是挺多那老大爷不是也爱往那个河里跳水吗？扎猛子，我知道，我在网上看过，从那个桥上往河里跳。我说炸鱼薯条你也是天津人，你怎么不会水啊？他说我还没到那个大爷的年纪。裴怀玉这个角色，这角色，我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估计说了，跟你们说业务上的东西，你们可能又要跑人了，你们可能不爱听。谢谢西西萌萌哒的星光庄园啊，谢谢你，谢谢 Maple 老师的定制跑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爱熊的猫猫的顶峰相见，谢谢大家的礼物。大家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的关注跟灯牌。谢谢 Oi 的跑车，谢谢大家。反正啊，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现在目前待播的还剩下一个戏，就是我跟舒宇的拍的那个年代戏，但最终它上线或者什么名字我还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刚上的一个戏是我跟王思锦拍的这一个雾色缠绵啊，就很多个版本，就像你们说的很多个版本的啊。我听他们说我们是上线的第3个版本啊，然后这个雾色缠绵是我们最近刚上的，大家也可以多去看一看，多支持一下。我说实话，其实裴怀玉这个角色，我说实话，就你以短剧的时间去，这个短剧的制作周期，一般我们是7到10天这样子的。这角色有点复杂，它不太好演。然后有时候我这几天我也有在看网上看大家，因为这个本子很多个版本上线，很多人也在拍，就是大家会对每个版本之间不同的去比较。我是觉得说这个角色从演员的角度，这角色真不好演，是真的不好演啊。当然你这个东西每一个版本它侧重的点也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就是演员啊，或者是说不同的导演，他们去诠释这个本子，他可能侧重点也不一样。反正我当时拍的时候，我看雾色缠绵这个本子，我跟导演还是聊了蛮久的啊。但我这一次拍摄，我感觉导演很有想法，而且我觉得他对节奏的把控，我觉得跟我想的因为我们前期交流了很多，我就觉得这个角色我还觉得就这个戏里面，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剧本上，我觉得已经算是完成度还可以了。当然这个东西你包括像我们赶着要上线这种就是一些商业上的考量，它可能在后期上肯定不会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它只能是说在有限时间内的一个尽量完成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东西。你如果说时间长一点的话，这个角色可能还能再去深挖一下。谢谢威尔老师的真爱你。反正我觉得啊，这个本子你说它是一个故事性特别强的本子吗？其实不是的啊。这个本子，因为我知道它原著它其实没写完。这原著好像刚写到我拍的时候，他们说刚写到那个认出来女主就是那个程青淼嘛，这个本子没写完。但其实我看这个本子的基调，
我就觉得这个本子其实它故事性不是特别的强，这个本子它主要着重于的是男主跟女主之间的那种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情绪上的拉扯，跟那种就是哎呀若有似无的那种就是情绪上的纠结，你明白吧？这个男主跟女主多多少少其实心理上都有些，你不能说是疾病，这个东西你只能说是这两个角色他更会像活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就是活人，你明白吗？他不太像我们日常传统里面看的那些短剧，他是那种就是很伪光正的，或者是说非常的就是只有光辉的一面，就那种他其实是有很多就是很难以启齿的一些人类的一些所谓的劣根性啊，譬如说这个女生她可能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卑的底色，然后呢就是可能会去有一些涉及到的一些就是命题是这个女生可能会有就是最起码在这个戏里面展示的人物关系里面，这个女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容貌焦虑的影响，对吧？她的胖的时期跟瘦的时期，男生也是，男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其实心理还不是那么健全，就没有那么成熟的一个人，他可能面对同学啊，就是那些朋友之间的一些就是开玩笑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也是会要面子嘛，要面子，对他们心里就是亚健康的那个状态。男生也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去直面自己的内心，他其实是在于爱这个人和就是不敢承认之间，他来回纠结，这种心理状态很难演。对对对，还不懂爱。等他成年了之后，因为7年时间没有见到，你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7年时间没有见到，你知道人的记忆是会淡忘的吗？人的记忆是会淡忘的。你对这个人的印象，你只能是存在于7年前啊。就这种东西，你隐隐约约的又觉得自己对这个人有过感情，但是你又不愿意去承认自己年轻时就是这种可能你没有办法确定这是不是真的爱，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种很难以言说的一些就是情愫吧，就是很复杂，这个角色很复杂。你在短剧的体量里面，你很难去很完整的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出来，你只能在这个人物里面选择一些侧重点，就这个很拧巴这个角色。你至于更多有一些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小说，有一些就可以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你最起码直播你不太能说的这些就是人物上的一些作者的设计，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难去展示的。因为我当时我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前期围读，我跟思锦还有跟导演啊，包括像梁导这个戏是监制嘛，我们去聊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剧本的文学性太强了。你们知道文学性太强是什么意思吗？有一些故事它只适合作为小说，就譬如像这个《暮色缠绵》这个原著，它只适合用文字的形式去那个就是这个载体去给观众看，给读者去看。你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剧本，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去短剧拍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那个剧本里面有很多是文学性的描述，很多是文学性的东西，就是那种心理活动描写。这种东西你可能看小说的时候，你能去读这个文字，你能理解得了，但是你真正的去看演员的表演的时候，演员的表演能不能真正的让你们感受到这个剧本里面写的这个心理上的描述是这个人物这样子的，不好说，不好演，真不好演。那个剧本我感觉文学性太强了。
但你要看书的话，这很简单。你看书的话，作者一写那个心理描述，你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人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这个细微的这些肢体动作，他到底是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你不可能看那个短剧的时候，他在旁边叭叭叭叭有人在那解说，不太行啊。看看你们说什么，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左上角的关注跟灯牌啊。但我还是个人比较，我为什么会接这个本子？我是觉得这种本子对于演员的表演空间来说挺大的，它跟那种传统意义上更模板化一点的角色，我觉得会对我来说，就至少对我现在的阶段来说更有吸引力吧。你说白了，就是我演的，我能演的开心一点，我能觉得就是有东西可以玩，有东西可以设计，它不是一个很模板化的，就是你会莫名其妙在工作里面，你会突然间变成有点公式化的一些就是表演。谢谢爱与星辰的碧空飞机，谢谢结巴老师的神秘飞机，谢谢柚子酱的梦幻扑棱蛾子，谢谢尖叫老师的浪漫花火，谢谢梅梅老师的跑车，谢谢偷码头的跑车，谢谢帅号酱的爱情树下，谢谢胖猫的掌上明珠，谢谢威尔的真爱你。而且我包括跟你们说，物色缠绵里面有2场戏是在那个跟那个心理医生交流的那2场戏，在那个做心理咨询，那2场戏真的不好演。那2场戏我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聊了很久，我们其实删减了一部分的台词，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敢乱删，你明白吧？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是原著里面它可能会写到的一些人物的心理描述，你删了可能它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你不删你很难通过正常的表演去说出那些话。那些话可能放在文字里面，放在小说里面，它是合理的。你正常去跟人交流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你是不会那样子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说出那些台词。那个是真不好演，很难搞。那个你虽然说它就是文戏，就是在那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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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不好演。谢谢海底沙滩老师的定制跑车。谢谢念念的大佬的为你喝彩，谢谢六六宝贝的为你加冕。那你怎么通过这个文学性偏强的剧本怎么去诠释角色？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跟你们说的，你要去寻找一个人物的侧重点，你不可能说那个原著那个剧本它怎么写，原著的那个文字它怎么写，你就怎么能完全演出来？演不出来。我说实话，你只能去找一个侧重点，尤其是短剧的这个制作时间，你很难去面面俱到的，你只能去找一个侧重点去展示。我觉得这个本子，有很多个版本都在拍，然后也没上。我反而是觉得，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百家争鸣，我觉得挺好的。就我今天去，你们就问我这个角色，首先第一个是我新上的戏，我觉得对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是挺喜欢的，它也很复杂。我一说这个东西是跟观众去分享我演的这个角色我自己的理解，二是如果说真的还有人要去演这个本子，这是我作为我去演完了这个角色之后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可能有那么一捏捏可以去帮助到后边，就如果你去理解角色别的演员去演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这个角色不好搞，真不好搞。我之前我记得我那个采访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角色是我可能我演短剧以来，可能你要说从表演的层次上算是前3的角色，很难。
如果你要说前3是谁的话，突然间还想不到，可能还有一个楚钦，楚钦也挺难的，黄金台的那个楚钦也挺难的。再选一个，一时半会儿想不到。蛋总也难演，但是蛋总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因为有前车之鉴，你明白吧？就是也不能说前车之鉴，它有一个模仿的对象，就像有那个就是原著啊跟动漫它已经是把原著用可视化的方式去展示出来了，所以蛋总这个人物本身的维度是很复杂的，但是在表演上他倒没有说那么的难以入手，你明白吧？王思锦演得很好，哎，我说实话，我在演的时候，我其实说实话，我特别讨厌，就是有很多人他们会去通过演员的社交媒体的什么粉丝数量，或者是说这个演员在市面上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就是知名度，然后去评判一个演员的业务能力。至少啊，在以我自己个人工作的目光里面，我去审视这件东西的时候，就只看业务能力。我觉得思锦去演这个角色演得挺好，就他去诠释的这个泥雾这个角色，我觉得真挺好，很贴合。哎，这个东西不是商业互夸，这种东西不跟那个这个戏上线了，然后我要去夸这件东西，不是这个原因，是真的我觉得演得挺好。你要明白演员跟角色其实也是会有贴合度的，不然的话这个行业就没有必要去成立 casting， 就是选角工作室这种东西，选角导演这个职位就没有必要去存在。演员也有自己适合的类型，角色类型也有自己适合的所谓的舒适圈。我觉得思锦挺贴这个泥雾这个角色的，而且思锦在一些泥雾它本身就程清淼跟泥雾这两个角色他是两个人演的，一个是年轻的程清淼，一个是7年之后的泥雾。因为是两个演员演的，你去演就思锦他去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你首先还有一点你要考虑到的是，你得去跟演程清淼的那个老师的表演是要去有衔接性的，你明白吗？他不是说你只管你自己演那个泥雾就可以了。就我觉得思锦在处理这些角色的统一度上面，我觉得已经完成的非常好，在有限的时间内。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简单的工作，晚上回来了，想着说给大家开个播吧。还有1分钟是吧？哦，对，今天那个就是最好就不要直播了，就简单给大家聊一下我这个刚上的戏，然后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反正我今天赶了1天路，也挺累的，我差不多，我也那个准备去，哎，我还得洗衣服，我的妈呀！行吧，谢谢大家的那个就是支持啊！大家没事多去看一下这个雾色缠绵是吧？我突然间有点忘记了，行吧，大家早点休息好吧？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关注，好吧？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左上角的关注跟灯牌。我呢要去洗衣服，我要下播了啊，家人们，大家早点休息啊，好吧？我这2天再看看别的工作安排。雾色缠绵，因为我们一开始叫大雾散尽，它上线改成雾色缠绵了。Goodbye啊，家人们 ，Goodbye， 好吧？886啊，886，要下播了啊，家人们，拜拜，我要下播，晚安，早点睡觉，我也要去洗睡了，洗衣服什么收拾一下，拜拜。开新群我看一下能不能开，还有没有那个名额，有名额的话我开一下。拜拜啊，拜，晚安，我要下播了。